把他给打发走了。我先把屋里收拾一下，要是乱了。那哪能行啊？这是女人应该干的，算了。哎，待会儿再说吧。啊，反正今天也不会有人来。那我也先把屋里收拾干净，多乱啊！怎么了？我看见有人偷听。哎呀，这乱了。平平，我背着你。这就是结婚的最大好处，没人管我们，爱怎么乱就怎么乱。没错，到了星期天呀，赖皮不起床，使劲睡呀，睡得昏天黑地的啊！我们来几个面包，喝了就吃，吃了再睡。你就给我吃面包，怎么也得给我做碗炸酱面吧？没跟你说吗？我不会做饭啊。真的？那么重要的事，结婚之前你干嘛不告诉我呀？后悔了吧？后悔了。后悔，真的不后悔。平平，到时候啊，我学着做好多好吃的给你做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说好可要算数啊。你放心。借我胳膊给你揉揉。哎呀，真舒服啊！躺在你肩膀上最舒服。哎，我可给你声明啊，你可别太宠着我，我这个人一宠就坏。宠坏就宠坏呗，然后我再教育你。反正我是干教师的。一闻到这味儿，我就想起咱们插队那会儿，我从家里带来好多挂面。对，你还给我带什么那个榨菜肉丝，还有炸酱，你还有你家凉皮锅拌鸡蛋呢，记得吗？我还记得啊。我来了。哎，你那会儿能想到咱们俩能有今天吗？不敢想。现在想想过得真快，这日子跟做梦似的过来了哈。我那会儿每天呀，要是能看你一眼，我这一天呀过得特别踏实。真的，不骗你。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？咱们俩都天天住在一起了，你烦不烦我呀？不烦，别人可能会烦，但我想咱们绝对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想啊，我们之间呀，从7岁就认识了，到现在呢，可以说我们在一块将近20年了。我们大部分生命啊都是融在一起的。你说那我烦你不跟烦我自个儿一样，是不是？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啊。不是会说话，我是把这给我好吗？好吧。我是觉得我现在跟你在一块儿啊，没有过去那么紧张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你用不着对我那么好。我这个人呢，我知道，不是个好妻子，
任性、自私，你不会做家务，又懒，又不爱刷碗，然后就让我吃糖，要不自个儿煮挂面。咱俩衣服还是我洗的呢。人家不是洗不干净吗？可我还是觉得幸福，怎么办呢？哼，天生吃苦受累的命，我愿意。呸！冰冰啊，冰冰帮我开下门。哎，来了。来看电视。啊，四世同堂哈。怎么样？这是我们单位拍的，不错吧？这个在全国都引起轰动了。又不是你写的本子，你看你得意什么呀？在我们单位拍的，我当然感到自豪了。你知道吗？这是目前中国最长的电视连续剧。我看啊，这就是电视剧的优越性。你知道这个把戏天天往家改，真的啊？一集都没了。我哪天让人到你家去，让我也好好气气。至于吗，萍萍？咱还记得上回那事儿啊？那当然了，我不跟你们说过吗？电视剧早晚会打败电影的。好，打败，彻底把电视打败啊！真香！好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菜了。耶，那你多吃点。陈焕，你也使劲吃，还有好几个菜呢。嫂子，你别忙活了，赶紧来一块儿吃吧。这么多菜已经足够了，真的啊！别假装客气了，赶快抓紧时间改善一下。还好，好吃。说呢，守着那么能干的嫂子也不好好学学，竟让人家陈焕吃挂面。没有妈，没天天吃，我们中午在食堂里吃，是不是？陈焕，你不能太宠着这萍萍啊！听说你们这家务活都你一人干，这不行啊！谁说都是他干的？我还往家买过包子呢。对呀，咱还买了好几回瓜子儿。别出卖我！堵住你的嘴！哎，嫂子，你教我做菜吧。我们家萍萍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好凑合，你教我几样简单的就行，好吗？成，萍萍，你可真有福气。李大爷真是的，不就是个公司嘛，至于那么忙吗？连礼拜天都不回家。像他这么搞公司，中国经济还能搞上去？找时间我跟他谈谈。爸，我看你啊是心里不平衡。我哥现在都有专车了，还有进口的呢。听说还有专职秘书，正部级待遇。我们这些人都落伍了。易大才回来几年呢，一年一个样，我看着都眼晕。萍萍，你小看你爸了，我才看不上这个人呢。他们拿国家的权力去赚钱，有什么值得羡慕的？早晚得出事。部里几个直属大企业请我当顾问，我都拒绝了。哎，陈焕，你是学经济的，你说说看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暂时现象，这个现象不会长久的。听着没有，萍萍？你看陈焕多有头脑，不愧是好姑爷。好什么呀？现在是脑体倒挂，没听人家说吗？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。搞导弹的都去卖茶叶蛋，那才是民族最大的悲哀呢。经理，这场店的人可够少的哈。刚开始还可以，现在一场比一场少。我看也就100多人吧。现在连100人都不到了，演到一半啊，这人就呼噜呼噜往外跑。我也不爱看，节奏太慢，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吧，画面还黑乎乎的。报上说这叫探索片儿，拿到国外啊就能得奖。国外得奖有什么用啊？得老百姓爱看。我看那第一血就不错。咱们的牛百岁能保本儿，皇上来的姑娘上座还可以。哎，你这太乱了啊！啊，要是再能有几部像《第一滴血》这样的片子呀，今年就过去了。哎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想当年从这往下一看，黑压压的全是人脑袋，现在倒好，全是空座，散了场都甭搞卫生了。
包饺子呢。哎，我帮您包吧。哎，别沾手了，就这点活。妈，哎，您看我们现在是走哪儿蹭哪儿啊哎。呀，大今天有嘴福。一会儿我帮您擀片吧。哎，妈，啊我姐夫今儿回不回来啊？没个准儿，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哦，他可是特意来找姐夫，跟姐夫一起看球的。他说跟我一起看球没劲。那当然了，妈，您知道吗？今天晚上世界杯外围赛，咱们对香港队，只要打球就能出现，不是真的。那香港在那废话还不跟玩似的。说吧。明明来了。哎呦，爸，哎，爸，爸，您现在还和我爸天天在公园练吗？今儿早上还在一块儿呢。一想起这事儿啊，我就乐。你说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，儿女的事儿还没定下来呢吗？这亲家倒先认识。以后他们要想看电影啊，提前告诉我，我让他们给留票。哎，其实现在留票也没用了，这个一场啊就100-200人，躺着看都成。爸，你也不能这么说。一个电影的好坏不能根据观众的多少来决定。像1个和8个这样的电影，就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得懂的。那看不懂拍它干嘛呀？哎，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电影文化发展水平啊。像欧洲的几大电影节的获奖影片，必定是票房就很好的。现在人心乱啊，都沉不下来，他就想看热闹的，什么枪战的呀、武打的呀，就哎呀，要都是那种电影啊，我就更不去电影院了。是我们家平平现在整个一全盘西化，国产片儿根本不如人发眼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但是你看的外国电影看的太少。我们经常在单位里看外国电影录像带的。什么是录像带？录像带呀，就是录像机里用的磁带。它的性能和录音机差不多。你把电影和电视里的节目录下来，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。这种家庭录像机啊，在国外已经都普及了，用不了多久，咱们也会有，是不是？算了吧，外国东西多了，什么都跟人家比啊。我在电视公司啊看见过这东西，这东西可不能普及。这样一普及，你一版我一版，你翻一版我翻一版，电影更没人看。你爸现在日子不好过，平时我们连电影都不敢提。您老说你顶上拿小布嘿，你瞧我这口福啊，一回来就能赶上了。哎呦，哎，平平来的正好啊！快看，哎，姐夫给你带什么来了？这回还省得给你送去了。快看，这什么呀？随身听，也叫沃克曼。有的那了。就拿呢嘛。哎，你看这真好了，正好学外语呢。谢谢你啊，姐夫。谢什么呀？没有你哥呀，你姐夫现在还练摊呢。谢谢。哎，爸，我一猜你今儿准回来。我还以为你今儿不回来了，哪能呢？不骗你，我今儿真有笔生意。我一看是今儿这日子不谈了，4年才有回来。那当然，哎，大海，你说4年前啊，要不是沙特放水，咱们早就进世界杯了。没错，还用等到今儿？你说那当然了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啊，今儿个是个有戏。那你想，香港队弱队啊，哎呀，而且是咱主场，踢他5个6个的，惯死他了。你这有点太过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进仨球应该是没问题。就和咱俩打一组。你们烦不烦呐？跟我们班男生一样，一提到足球跟打了鸡血似的。怎么说话呢？你们班同学懂什么呀？哎呦，就你懂，就你懂。我踢球我没他们呢。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来，我报。你就要填高考志愿了，我想让你帮我参谋一下，报考什么样的学校好？当然是北大了。北大？哎呦，我可比不了你。我想考经济学院，学经济，和你哥一样。谁跟他一样啊？他学的是政治经济学。我要学啊，就学商业管理或者是商业会计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喜欢文学吗？怎么又改商业了？因为我要考虑什么样的专业以后好找工作，而且挣钱还多。哎，小欧，选择专业要看个人的兴趣，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儿。就是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儿，所以啊，才不能凭一时兴趣呢。要是你选择的专业你不喜欢，那你怎么能学好呢？我现在高中的课程没有一样是我喜欢的，但我也同样学得很好啊。哎呀，嫂子啊。本来啊，我还以为你的观念能比我哥新一些，现在看来啊，半斤8两。唉，也是。我和你哥不坐班，整天都在学校的宿舍里，除了看书就是看电视，也像是和生活脱了节。哎，小欧，你外语学的怎么样？外语还行吧，就是我挺讨厌背单词儿的。我也是。不过，我想你还是应该把外语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，以后好出去闯一闯嘛。你是说出国？是啊，我的几个大学同学都出去了，他们去美国自费留学。不会你也想去吧？还没拿定主意呢。
不过我还得跟你哥商量商量。你说的对呀，如果一个人长期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了，会闷死的。刚那么热闹，怎么这会儿傻了？哎呀，您就别添乱了。哎，上场的比赛提前到15分钟的时候，香港踢球队一次快速的反击，到了中国的禁区。看他们踢球，我怎么手痒痒了我？什么玩意儿这叫？好，一脚射门，守门员陆。陈焕，咱们回家吧。陈焕，干嘛呢你？不就一场球吗？回家。哎呀，你干嘛呢你？别动，难受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吓死我了！怕你把这个杯子也给砸了。哎呀，烦着呢！我不想烦你啊！哎呀，你能不能不缠着我呀？你不腻歪我好不好？亲着等啊，不行啊！哎呀，不烦我！我就烦你，我就烦你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你们外国球迷啊，输了球还打老婆呢！哎，来打我，打我！哎呀，你能不能不手让我亲爱的，你怎么又笑了？哎呀，你真是烦死了你！别笑！你知道这么多年你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我求求你再发一次让我看看好吗？刚一场球，我跟你说，我气死我！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越来越生气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一路回来我都蓄着气呢。幸亏路上没人惹我，要是惹我绝对不饶他，我跟他没完。哼！真的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知道吗？上次在车上，他跟我一起车上有一个男的特讨厌，他老是故意的挤我，挤来挤去的，我都不敢跟你说。那他在车上，你干嘛不告诉我呀？你要告诉我，我绝对在车上抓你臭流氓！什么？我哪敢呢？不对啊，咱俩骑自行车回来的。是吗？傻子！我告诉你说，我非有一天让你把我给气死不可！你都气我你！笨蛋！气死我了！好了，哎，咱们说正经事，真的。什么事啊？你想没想过出国？我刚读上研究生，系里应该不会派我出去的。我说的是自费留学。自费留学外边也有担保啊。我们家在国外也没亲戚。哎，你想出去啊？我一个人出去都没意思。就是，你学中文的出去干什么呀？要我是你啊，我就在国内踏踏实实写一好剧本，比什么都强，真的。对，我自己一定写出个好剧本来，自编自导。哎，婷婷啊，你最好还能客串一个女主角哎。哟，敢拐着弯的骂我啊！哎呀！别搁我，别过来！我求求你，我最发可是。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。你这怎么老是这样？你吓死我了！你不能让我先吓你一次。好，那这次不算。我跟你说，咱们重来，我一定让你把我吓一半死不活的，好不好？我站着，你再从那边再过来一次啊！没劲，不玩了。啊！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2月14号啊。啊，今天不是我过生日，也不是你过生日，也不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，那是你爸过生日。你爸才过生日。我爸过生日不是今天呀，真的不是今天。今天啊是情人节。情人节？谁定这日子？今天是情人节。你管他谁定的呢？反正全世界的情人呢，都在这一天庆祝自己的节日。男士呢，要向心爱的人献上鲜花或者巧克力。巧克力好办，不过这个要是花儿，哎，我那卷花和那个
塑料的行不行？哎呀，你真是越来越烦我了你！哎，走吧，我刚刚买了2张音乐会的票。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次要再在音乐会上给我睡着了，这事我跟你急。萍萍，你说咱俩啊都是老夫老妻的了，还过什么情人节呀？还不在家待着呢？你说出来受这份洋罪，多大的血呀！少废话，这叫情调，你懂吗？情调，情调。哎，别闹了！哎，青儿，你看，让我给说准了吧？当年咱俩看小花的时候，我就说刘晓庆肯定能成大明星，怎么样？是吧？人是挺好的。嗯。哎，你说那姜文演的也挺好的哈。听说才20多岁。嗯。你说他演右派，演这个中年人多像啊！可是。你说他那个笤帚怎么想出来的，跟跳舞似的。哎，青儿，你说，要是我跟姜文站一块儿，我们俩谁长得好看？还真可能你长得好看，他那眼睛老那样，老眨嘛。他不光老眨眼睛，他还好这样呢，还好这样呢。是吗？刚才啊，你没注意吧？没有啊。我看的可细了，可不是。哎呦喂，你说，要知道姜文能成这么大明星，当年我也考电影学院就好了。这是中国男演员怎么了？追捕那杜秋以后，这个一个比一个丑。真没准没你长得好看。不是，他们长得跟横路似的。你说咱们现在比结婚那时候还好呢哈。可不，关键咱日子过得好啊，不缺吃不缺穿，咱还有钱花，是吧？孩子也长大了。我现在上班也不这么累了，对，你也不东跑西颠的了。你要能这么一辈子该多好啊！你别着急，你等着，我现在正谈着一笔大生意，你等我这生意要谈成了，那咱后半辈子都够。什么大生意啊？我吧，真跟他们联系着呢，让他们从香港进1大集装箱衣裳过来。你想这1集装箱多少衣裳呢？就算是对半的利吧，那就赚老多了。那咱们就挣够10万了吧？10万何止啊，怎么也得20万呢？挣这么多钱啊？不犯法吧？瞧你说的，咱是卖衣裳，又不是卖毒品呢，犯什么法呀？20万，那咱们单下辈子都够用了。对呀。挣够咱就不挣了，你可答应着我。呀，我知道，又来了。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等把这一笔生意做成了，我就不瞎折腾了。咱吧，开一小店儿，哎，咱不图赚多少，只要够咱花就行。你说呢？咱开一花店，天天看着鲜花，心里多舒坦呢。哟，那你不就成卖花姑娘了吗？那你不就成了大花匠了吗？说什么呢？听着那么别扭，吓死了。To rent for summer. We're looking for a house to rent for summer. We're looking for a house. 越来越用功了啊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现在什么书都不看，就看英文。刚才看的是那个许国璋《线条看英900句》。闲着没事学着玩呗。哎，你要是真没事，我给你推荐一本书，你看，金庸的武打小说。李教授给我推荐的，我告诉你，他说这是成人童话，你看了你知道特别过瘾，真的。我对那些不感兴趣，打打杀杀的，你自己留着看吧。完了！你不爱看武打小说，我不喜欢听交响乐，咱俩这回看来是越来越没共同语言了啊。是啊，就剩下请跟我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自编自导那剧本写怎么样了？啊？我彻底想开了，写出来能怎么样？现在拍电视都靠拉赞助的，我又没名气，谁给我出钱呢？也是。哎，对了，你去德国从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还不说还给忘了。他走了2年了吧？啊？那当然，结婚就2年。哟，那他要是回来了，咱俩不就没地儿住了，多可怜呀！那都没事儿，就住我们家去。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什么是没意思？什么
么都没意思。工作没意思，将来回我们家住更没意思，将来更没意思。哎呀，烦死了，什么都没意思。我睡觉了啊。行，你在家呢？我没上班去今天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现在不做饭。够幸福的啊，你们啊！幸福什么呀？整天无所事事，没意思极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在家自个儿好好看书啊。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啊？我怎么躲你呀？我就回来拿本书。我发现你最近特别爱发脾气。啊！哎，谁发脾气？你看，说你又来了吧你？啊！哎呀，人家不是冲你。没事，你就是冲我也不要紧，谁让我是你老公呢？啊！我发一个，你再发一个。啊！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还弄那么严重？你是不是在外边爱上什么别的男人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会救养我神功。我想出国。什么？自费留学去美国。学什么？学电视制作。我已经联系了几所大学，其中有2家已经同意录取我。我希望你能同意，也希望和你能一块儿去。我知道，你这研究生刚上了一半，系里又不会同意你去。再说美国使馆看我们是夫妻，肯定也不会签下来证。你准备去多久？至少2、3年才能拿到学位。同意不同意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去美国上学呢，需要有担保，你那边有吗？我爸爸的有位同乡在美国大学当教授，他同意为我担保。那机票、学费，还有其他的？机票我哥答应帮我出，护照和签证他也可以帮我办。至于学费和生活费，我想我自己能打工。现在在外面留学生都自己打工赚钱的。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。你把一切都办好了，我同不同意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，你是我丈夫。可我当丈夫的是最后一个才知道。如果今天不问你，你会告诉我吗？上飞机头一天，还是干脆一走了之？陈焕，你怎么这么对我说话？你从来没对我发这么大火。你太过分了！我承认我过分了，可是我怕你阻拦我，动摇我的决心。你知道吗？我迈出这一步容易吗？老同学给萍萍做担保，也不告诉我一声。萍萍出国你是答应了的啊？不就那么一说嘛，你还当真呢？哎呀，答应闺女的事情还能不算数？不是，我是担心啊，她一个人去美国，人生地不熟的。哎，
听说美国人人有枪，偏偏有杀人案、强奸案的。哎呀，当母亲的都像你这么胆小啊！那中国女孩子别出国了啊，男孩子也别留学了，咱们都回到大清国啊，让老佛爷管着咱们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可不是那意思啊。咱们年轻那会儿也没想那么多啊，凭着满腔热血就直奔解放区去了，也没泡过封锁线，也经过枪林弹雨，也有人死过。这要不要？哦，别想这想那的，趁着年纪轻轻的啊，出去闯荡闯荡，比窝在家里强。什么叫改革开放啊？改革开放那个开放，就是让人出去也让人进来。这把大门一关，不让出不让进，这叫闭关自守。哎呀，知道，别给我讲那么多大道理啊！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刚买的包子还热乎，还生我气呢。要是不同意，我可以不去吗？这包子太难吃了，咱还是回家煮面去吧。你知道我一人在这想什么呢吗？我想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21年了。从认识那天起到现在7000多天，我从来没勉强你做任何事儿，对不对，平平？你要说我生气啊，我就气的就是这个。你应该知道，你想做什么，我永远都不会阻拦你，可你还是信不过我。这次不同，我要出去至少1、2年。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才舍不得提出来吗？别这样。哎，平平，平平，你别这样，你到时候让学生看见，以为我欺负你了。我不喜欢整天看那些业余作者的破剧本，整天待在家里发呆。眼看我们的距离一天比一天大，再过几年我就30了，不换个环境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你别哭了啊！你再哭我也哭，我告诉你，我嚎啕大哭。不谁不哭谁是小可儿，跟我一块儿哭嘛。行了，咱俩回屋哭去。平平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！我们去德国那个同屋啊，他不回来了，所以那小屋，我真糊涂。这对你来说已经无所谓了。谁说无所谓？过2年我还会回来的。哎呀，我多么想念我们那间小屋，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的回忆。
哎，我把这个留给你用吧。什么呀？这是我哥从日本给我买的，这叫傻瓜相机，挺适合你用的，你自己留着吧。这样吧，朋友，还是你拿着，到了美国以后啊，拍点照片给我寄回来，啊。别忘了，按约定的时间到，你得等电话。对了，美金呢我都放在这个包里了，到时候你收回来。我听人说美国小偷特多，别老想着打工的事儿。我跟姐夫说好了，帮我换美金的，以后咱们慢慢的还行了，他挺高兴的。别老一个人在家煮面条啊，这会没人跟你抢鸡蛋吃。嘿，正好省着刷碗了。心里就堵得慌，好端端小两口拆了，我们画又得打2年光棍。2年？妈，我把画给您撂这吧。画要不上美国找他去，离婚了。呸！个乌鸦嘴！平平不是那种人啊，他们俩20多年交情了。多少年交情，您也不能弄一脸臭青子呀！真是的。不过您说的其实也对，你想画又对他那么好，没有理由不回来呀，他。我跟别人合租了房子，大学离华盛顿很近，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。可离北京太远了，14000公里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们的生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。不管我在哪儿，不管我干什么，我都觉得
你好像就在我身边，只要我一回头，就能看见你。我的英语已经基本过关，能听课，能和美国人交流，也总算能真切地看这个国家了。美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、最发达的国家。如果不是身临其境，你根本无法想象到他们生活水平已经高到什么程度了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太落后了，也许永远也达不到人家现在的水平。我找到一份工作，在一家中国餐馆洗盘子。你知道，我是最讨厌刷碗的。你无法想象美国人吃一顿饭要用多少盘子，而且个个都是那么油腻，这恶心死了。美国人很讲独立，既然是出来闯，我不能伸手管你们要钱。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：累。每天的时间都是用分钟计算的。好了，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。妈，哎呀，花儿，怎么样，妈？派出所那边怎么说？哦，刚才我过去了，但是呢，我姐夫人已经不在那儿了。我爸还有他们那个店员的经理一块儿到分局去了，估计没什么，估计人也就是拘留2天吧。啊，哎呦，行了，妈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好吗？啊，您别急惯自个儿身子呀，妈。哎，干什么呀，妈？你当所长不得了！妈呀！干嘛哎呦，别介，妈，我跟您说呀，您这是这么着急不行啊！我说急什么？现在国家有规定，禁止倒卖这种国外的旧衣服，你知道吗？那是违法的嘛。他要想帮我姐夫咱想其他的办法啊。就是啊。我呀，把咱们这事儿已经跟我们那个教授说了，教授呢给了我2000块钱，说想看看能不能帮咱点什么忙。怎么，交赎金就放人？不是赎金，是处罚金，因为那事儿是违法的。这多少？我也说不好，我估计再凑点就差不多了吧。妈，我这还有80块钱，平时姐夫给我的我都花光了，就剩下这80了。妈，哎，姐，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我没事。妈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妈就是急的，没事啊。我爸和他们经理说话就回来了，在那儿待着也没用。人分局说了，得等上边的处理意见。不过那些旧衣裳那就得就地销毁了。倩儿，得有多少罚款？妈有钱，我把全家的钱存钱都给你。我这就打妈，这干什么呀？您这老太太啊，出来！妈，您干嘛呀？你上那底下干什么去，妈？啊，干嘛呀，这老太太？哎，啊，哎呦，妈，干嘛呀，妈？这是找什么呀？您这啊？多少钱你爸都不知道，花儿结婚我都没拿出来，这存钱是为了应急，这不事儿就来了。妈呀，拿去干什么呀？全拿去，要拿出来啊，拿着。妈，女儿不孝，对不住你呀，让你着那么大的急。大海那时候还挣了点钱，兴许能够，就算是不够，我自己该想办法。我怎么能用您的钱，用爹妈的钱呢？妈，你快吃。这是我们导师给的钱。姐，我这还有80块钱呢。花儿，小是姐对不住你了。婷婷最近有信吗？有，2、3个月来一封。她学习太忙。听话说，她也挺不容易的啊。哎，一个女孩子家，又学习又打工，是不容易。大孩子呢？哎，贪财惹祸嘛，衣服都给烧了，又罚了一大笔款，人倒是给放出来了。人没事就好了。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的，就这些旧衣服脏着呢，什么细菌都有。
你说这不伤天害理吗？他也不能光自己挣钱，坑害别人。这事儿啊，大海也不一定知道，就算花钱买个教训。哼，是该给他个教训了。你没看前2天呢，挣了2臭钱儿，狂的都没边儿了。这回倒好，连罚带赔，钱没了，也踏实了。踏实就好。晃回来了，妈，哎，爸，晃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就给你饭。哎，他想死你，亲家面子。好，怎么样啊，最近？我那个硕士论文答辩通过了。哎呀，就等着这个呢。让姐瞅瞅，有出息。那这是证书，硕士学位证书，爸您这，呵，咱这老弟弟还当硕士生了呢。我走了啊。你跟爸妈聊着。你干嘛去姐？我上夜班啊。啊，让妈呀硕士做点好吃。哎，慢走啊姐。这要搁过去就是进士了吧？咱陈家也出进士了。那要是进士就得封官了吧？怎么地也得给个县长当当啊！你又不懂了是不是？这硕士啊是个学位，咱画是高级知识分子了。爸，那个系里边啊跟我谈了，希望我帮李教授把那个文集整理出来，因为他那文集呢已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了。啊，应该的。这不是重点项目啊，也应该帮帮人家，人家是你恩师嘛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可萍萍呢，希望我能够去美国找他，他把那边学校都给我联系好了，而且还准备了路费。爸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去美国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。如果萍萍不回来，你怎么办？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等书一编完，我就去美国找他。1年多了，我都快记不住他长什么样了。火之中见真情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本台消息，到今天下午4点，大兴安岭火灾区东部地区火势基本稳定，但22站、24站2个地段仍有2个大火场在猛烈燃烧。
在西部战场，南部烈火被控制住，前哨地段一个较大的火场正向。都是让那首歌闹，什么冬天里的一把火，这大火连着烧了10多天了，这得毁多少林才？就是你说大春节晚会的唱什么不好，非得唱放火。哎呀，您别瞎联系，这跟人家唱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最看不惯了，一个小伙子在台子上唱，一群大姑娘底下叽溜叫，真不要脸。妈，回来了啊，姐，您看不惯人家，人家还看不惯你呢。要是我跟我们同学说，我妈把存折藏在鞋壳里，结果把存折都给捂臭了，你看着就看得惯你。你懂什么呀？要是来个贼，他知道上那儿去偷啊？哎，万一我们同学给那个贼报了信儿呢？你妈那么笨，你们知道以后我早转移了。您跟他较什么劲呢？咱这小欧又迷上费翔了是吧？我现在最迷的是琼瑶小说，我们班女生都特喜欢。哎，姐，明天我给你带本回来看看，叫《月朦胧鸟朦胧》，写的真棒。什么？月亮聋，鸟也聋。妈，你瞎看我呢。李次长，我们厂已经成为股份制试点企业。我知道，就是股份有限公司。对，我们厂一直是部里的直属企业。您又是我们的老领导，有困难还得来麻烦您。咱们有言在先啊，你们要搞什么批文批件这类的事情，免开尊口。这种事我们就是想搞也不敢找您呐。李次长，是这样的，作为股份制试点企业，为了吸收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，国家已经批准我们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了，算是向社会集资吧。和公务券差不多。每张100元，1块钱1股。这张呢是100股。说穿了就是企业向别人借点钱。时间长了，企业效益好了，那我们的利息可能要比银行高一点。这个效益要上不去呢？你们厂情况我可了解啊。李次长，您是我们的老领导，什么事也瞒不了您。说句实在话，我们今天来主要是请您帮帮忙，买点股票。咱们部里下属这么多企业，您要是买了，那我们的工作不就好做多了吗？对。既然是新生事务嘛，应该支持啊。那我出1万。1万？哦，怎么少了？不，是多了。太谢谢您了，林次长。这话就见外了。这是我文革后补发的工资，1半交了党费，这1半就算是支援司法建设。哎呦，太感谢了。哎，我说你这挺牛，你这合资公司啊。你别说，李一达还真是个人物，3教9流就没有他不认识的。哎，1分钱本钱没有，就在饭店包了间房，1张嘴1部电话，做成好几单大生意了。兄弟现在可是他北京地区的助理。歇了吧，你们这东西我知道，批包公司不是？你叫空手道。哎，什么？李一达可让我给你捎话呢啊！他现在业务上急缺人手，想让你过去啊，做他的业务部经理。歇了吧，我答应过强了，我从此退出江湖，粗茶淡饭保平安。哎，我干。哎，哥哥，人家说请你吃顿饭，好歹你们也是亲戚。再说了，你出事的时候，人家可没少帮你忙。那倒是。哎，走吧，就一顿饭嘛。本来应该到你们家去看你的，可事情太多了，实在脱不开身。客气了，上回那事儿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啊，我指不定跟里头还得关多少天呢。哪是衣服啊，那就是4箱的垃圾。什么玩意儿？告诉你表舅啊！对什么呀？我跟他没完。对，我也跟他没完。这件事呢，洪先生给我解释过了，他是中间人，也是上当受骗啊。他上当受骗，那我招谁惹谁了啊？10几万呢，我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呢。钱不是问题啊，我跟洪先生呢谈了一笔生意。如果你愿意加盟本公司啊，这笔生意呢就由你来运作。我，洪先生已经答应了，从他的利润里呢分一部分给你。哎，这可是好事哎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好不容易把心给收回来了，不想再做回头路。哎，大海，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，这肯定是一大笔钱，你做一辈子家具也不见得能挣这么多呀。我看这样吧，我替你出面呢，向洪先生讨个公道。既然是合作嘛，损失应该1加1半，他至少应该给你退几万块钱。我这就打电话啊。哎，我说啊。
怎么又拍的这么好？哟，这话听着味儿不对，你是夸他呢还是骂他呢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又夸又骂。这电视剧拍的越好啊，爸，您那电影院还就越没人进呢。我们电影院2楼那块空地儿已经租出去了，租给卖家具的了。那不休息室吗？连1层都坐不满，还要2层干什么？再不想法子挣钱，整个电影院都得改成休息室了。收钱啊！来，你把这个收好。股票。啊，这是100块钱一张，一共100张，今天刚送的。什么？你买了1万块钱的？人家企业有困难。那也不能买这么多呀，国库券咱们一次才买200。哎呀，这股票跟国库券它都不一样。是不一样，国库券5年之后连本带利全都回来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废纸。你怎么这么说？人家企业也是国营的，人家也讲究信誉。算了吧，我知道，解放以前我有一个叔叔在上海炒股票，到最后弄得个倾家荡产，差点没跳楼。你别看这上面印着100元，这是卖给你的钱，哼，过不了2年就值几毛钱了。哎呀，你这方面的知识还懂得都不少呢。你气死我了！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一下。这是支援国家建设，我相信你不会反对的。我当然要反对了。你当时1978年呢，那时候猪肉多少钱一斤啊？现在多少钱一斤啊？咱们俩的工资加在一起啊，够过日子的了。现在是够了，那以后呢？10年以前你的工资能买多少东西啊？现在能买多少东西啊？你想过没有？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咱们是离休干部啊，现在什么也不干。每次国家涨工资啊，也没把咱们忘了。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，就算是支援国家建设。算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反正也已经买了。哎，我可不给你保管啊，你自己留着当画看吧。保管就保管。本来是请你在饭店吃饭的，可想呢，这种地方你过去也常去，恐怕早就吃腻了。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，我现在天天能吃顿炸酱面就不错。你还别说，我现在馋的就是家常便饭。听朋友介绍个地方，说是不错。郑师傅啊，你认识路吧？我认识，前面不远就是了。那好了，6万块钱，亮子刚从银行取的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洪先生在电话里已经答应退你了，我先替他垫着。等这笔生意做成了呢，我自然会扣。这多不合适。都是亲戚，跟我客气什么啊？你数数，都是50的，1捆5000，一共是12捆。切英川菜馆，跟我媳妇儿同名，巧了。哎，你别老抱着包，除了我谁知道什么呀？谁老抱着？哎，你好，哎，好。哎，你是四川人吗？啊，是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老婆可是四川人，我在四川也待了10年。这个味道要不地道，我1分钱不给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在我们这吃还没有说不好的呢，我们这都是正宗四川菜。这口气还不小啊！你别看地方小，味道可地道。哟，这是嫂子吗？嫂子，您不是来吃饭的吧？
一达，有事咱们回家说吧。成了，赶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达，这嫂子这么能干，你应该高兴。对不起，我不该瞒着你。卖卖挺火，一个月能挣不少钱吧？别说了，这这么多人，咱们出去说吧。别的我不问了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你为什么瞒着我？开始我是故意瞒着你的，我怕你嫌丢人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不但觉得不丢人，反而觉得挺光荣的。是啊，当老板了，啊，财大气粗了，可以不放在眼里了。你什么时候把我放在眼里了？你成天到晚干什么？跟我说了吗？你既然这么恨我，那你还要我这个丈夫干什么？你可以随便找个听话的男人嘛，啊？我不会跟你分手的。你现在就可以想想了。我永远不会提出离婚。如果不是你把我带到北京，我永远不会有今天。好了，不说这些没用的了。既然你不想离婚，我也可以不离，毕竟我们还有个儿子。但有句话我要说清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继续当你的女老板，至于我干什么，你也管不着。